大家好，欢迎回到爱生的频道。距离我们上一期视频聊军队这样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九三阅兵，气势如虹，整齐划一。而第二件事情呢，就在10月17号，时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上将，连同其他7名高级将领，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跟军籍。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完美的回旋镖，它精准地砸在了海外那些成天叫嚷着军队要乱习总大权旁落这些摇棍的脸上。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非常完美地验证了我们上期视频里面的核心判断，那就是这样一场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军队人事大地震，它不是权力失控的信号，恰恰相反，它是最高层权力绝对稳固的证明。只有完全掌控局势的人才敢在阅兵前夕动这样的大手术。所以看起来我们又一次跑在了新闻的前面。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也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追问，既然权力已经如此稳固，为什么还要不停的刮骨疗毒？为什么连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人也要清洗？我想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精彩。给大家描绘一个画面，调查人员走进一位军队高官的豪宅，打开地下室，发现里面的现金它不是用点钞机来数，而是用秤来称，总共是1吨多重。您没听错1吨多重的现金，这个不是电影情节，这个是徐才厚案的真实一幕。今天我们用商业分析师的视角去科学听床，去拆解这个寄生在解放军内部、组织非常严密、规模非常庞大而且隐秘的军队的地下商业帝国。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让大家感受一下，一个军区司令的职位市场价是多少？1000万？对不起，这个是起步价，马上就会有人出价2000万，然后价高者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小说，而是原解放军少将亲口披露的内幕。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却非常精准地指向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核心：中国军队内部一度泛滥的系统性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不动大手术是不可能的。在商业世界里面，我们知道300万美金的天使投资足以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科技初创公司，但是在解放军这个封闭的权力体系里面，一笔等值的投资大约2000万人民币可以买到一个将军的军衔。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军队出了几个贪官、几个大蛀虫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那其实如果只是几个小蛀虫，根本蛀不空一艘航空母舰，这背后是一个天文数字和一个触目惊心的庞大的系统。军中贪腐的风暴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解放军现役上将总共也就34个人左右，那这一次已经一口气拿下了9个，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总指挥部里面超过1/4的最高将领在一夜之间全部倒下，这个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那要知道，在军队这个地下商业帝国里面，交易的核心不是黄金，不是白粉，而是更稀缺、更强大的资源——权力。但是要请注意一下，这种权力它不是笼统出世，而是被用惊人的商业头脑精细的分割、包装、定价，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品线。这样一条产品线可以清晰地分成3大类：期货产品、现货产品跟增值服务。什么叫做期货产品呢？说白了就是投资未来，你买的不是一个职位而已，而是这个职位它未来将会给你带来的稳定的、长期的，当然也是非法的现金流。这样一条产品线覆盖了从基层到最高层的每一个环节。在基层，士兵想要入党、考学、提干、改选士官，那这些构成了市场的入门级产品。根据杨春长少将的披露，这些看似非常微小的权力节点都有行情，都有价码。虽然单笔的交易额并不太高，但是需求量巨大，是基层军官非常稳定的小金库。往上开始走的话，是中层的产品线，从连团到师一级干部的晋升，这个是商业帝国的中间业务，一个规模化的市场。
杨春长的这个证言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样一些层级的晋升都有公开的价码，形成了一种市场指导价。关键是到了这个级别，投资者就不再只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也可以开始向下级来分销权利，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经销商，来构建自己的利益网络。而最高端的就是将军级别的晋升，这个已经属于奢侈品级别的交易，涉及到的金额往往是骇人听闻，而且往往采用竞价的模式。在徐才厚案中，一个大军区司令的职位，有人先送了1000万，后来马上有另外一个人送了2000万，徐才厚他自然是选择了出价更高的那一个。这说明什么？高端职位的定价已经完全市场化，遵循价高者得的拍卖原则。那说完了期货，我们再来看一看现货产品。这样一些产品交易的当下，是为了能够迅速变现的实权岗位，我们称之为肥缺。比如说掌握了装备的采购、后勤物资、基建营房、财务审批的这些职位，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跟他的前任王守业连续2任都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出事，这个部门甚至被称之为是腐败的事故多发地段。而这个恰恰反证了这样一类岗位的含金量有多高，买这样一种岗位就相当于直接买了一台印钞机。那最后还有增值服务，比如说各类荣誉称号啊、立功受奖啊，这些虽然不会直接产生现金，但却是履历上非常重要的加分项，能够让你在未来的晋升这种期货交易当中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那您可能会问，那这些产品的价格是怎么样定的呢？那这背后同样遵循一套隐藏的市场规律。杨春长少将提到这个行情价码只是一个基础价格，在这个基础上，价格会因为几个因素而剧烈浮动。首先当然是岗位的油水，也就是你的预期的投资回报率。一个能够操控几十亿基建项目的职位，价格当然会远远高于一个同级别的闲职。其次看的是竞争的激烈程度，热门的肥缺那必然会导致价格飙升。徐才厚的这个2000万 PK 1000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拍卖模式。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叫做品牌溢价，你这个位置离权力的核心，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徐才厚、郭伯雄越近的话，价格就会越高，因为你买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本身，那更是一张进入权力核心圈层的门票，一张最高级别的政治护身符。当然支付的方式也不会仅仅只是现金。杨春长还提到说，徐才厚的用人标准除了会看钱，还看关系远近跟情感的这个深厚程度，也就意味着说，长期的忠诚、鞍前马后的服务都可以作为支付的对价。这种方式更加隐蔽，也更能够构建牢固的人生依附关系。好了，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产品，现在可以聊一聊盈利模式。花了几百万上千万买一个官位，这是一项极其高昂的风险投资。那么投资者要如何才能够在任期内迅速收回成本，并且实现聚合盈利呢？那这个就需要一套系统化多元化的盈利模式。这样一套模式，它就像是一个成熟的企业，既有面向国家的 B 端业务，也有面向个人的 C 端业务。我们先看看 B 端业务，也就是对公敛财，榨取国家资源，这个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采购的回扣。军队采购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日常物资，金额巨大，过程它又不会透明，所以必定是腐败的重灾区。近年震惊中外的这个火箭军的腐败窝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此案几乎将火箭军跟装备发展部的领导层一锅端，从国防部长李尚福到连续3任火箭军的司令员无一幸免。因为装备发展部甚至非常罕见的发布公告，要倒查自2017年以来的这个装备采购招标的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等于承认了这里面存在着长期的系统性的腐败。那在这样一种背景底下，外界流传的所谓导弹燃料被换成水的说法，尽管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但是这个传闻本身精准地指向了这样一种贪腐弊案
最致命的后果，就是国家投入巨资换来的可能未必是可靠的战斗力，而是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那除了尖端装备，后勤物资的采购，比如说被服啊、食品呢，虽然单笔的金额小，但是因为频率高、总量大，是非常稳定的、持续的现金流。而 B 端业务的另外一大金矿是工程承包，军队的比如说机场啊、港口啊、导弹发射井等等这个项目，投资巨大，监管又比较困难。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三的案子就是这个领域的教科书，他和他的前任长期把持全军的营房建设和军用土地出让的大权，通过帮助特定的企业中标，他收受了天文数字的贿赂。他甚至动用自己的权力，在荷兰老家协调军分区的土地，为家族建造了一座仿照故宫的将军府。这个是把国家公器彻底私有化的极端表现。我们说完了直接从国家身上吸血的 B 端业务，我们再来看一看 C 端业务，也就是对私敛财。它的核心是构建内部的权力分销网络，实现以权养权，层层盘剥。在这个体系里面，徐才厚、郭伯雄他就像是全国总代理，他们把从最高层获得的权力进行批发卖给下级，而买到职位的下级就成了区域代理，他们会继续把自己手里的这个人事权向下零售，提拔自己的下属，并从中收费，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分销网络。这样一种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彻底颠覆了军队的忠诚体系。下级对上级的忠诚不再基于纪律跟信仰，而是赤裸裸的金钱跟利益。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盈利模式的驱动力，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投资回报分析。假设一个军官他花了2000万人民币，他买到了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级别的这个职位，在5年的任期内他能够赚到多少钱呢？第一个是人事抽成，那作为高级将领，他每一年提拔调整一下10个师团级干部应该不成问题。那每一个名额的价码在50万到100万之间，光这一项年收入就是500万到1000万。第二是基建项目的回扣，他可以利用职权影响1-2个大型的基建项目，哪怕你只拿1%的回扣，也可能是一次性就有几千万的收入。所以综合折算下来，可能只需要短短2-3年，他就能够收回2000万的投资成本，而整个任期内非法的总收入可能是投资额的数倍，来自于10倍以上。所以如此惊人的投资回报率，正是驱动军中这个地下商业帝国疯狂运转的核心动力。那么这个看似固化的权力市场是否存在内部的竞争呢？答案是不仅有，而且极其残酷，堪比商业世界最激烈的红海战争。外界很多人看到这些军内的派系清洗，往往就会想当然的认为是山头林立，皇帝管不住了。其实大错特错，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93阅兵的整齐划一就已经非常雄辩地证明，现在军中的清洗它不是诸侯混战，而是皇帝在从容的削藩。他清洗的不是试图造反的对手，而是在这个地下商业帝国里面那些可能会影响他伟大军事战略的区域经销商。那有不同的山头跟派系，就好像在商业世界当中的这个企业集团，他们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而展开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这些军中派系的形成，有些靠的是地缘，比如说所谓的东北虎徐才厚、西北狼郭伯雄，有的是靠共同的工作经历，但是核心的纽带都是利益输送跟人身依附。在2025年的这个大清洗当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派系战争，以张幼霞为首的这个陕西帮和以何卫东、苗华为代表的福建系之间的矛盾，从暗流涌动走向了公开火并。陕西帮他们是根植于深厚的红色血统跟地缘联系，他的核心人物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张幼霞的父亲张忠训是解放军的开国上将，曾经与习总的这个父亲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当中并肩作战。那这样一种父辈的战友情谊，构成了两家牢不可破的政治联盟。而福建系的崛起，则是习总个人意志的直接体现。
何卫东这样一位1957年出生于福建南平的将领，超过30年都是在专职负责对台军事准备的第31集团军服役，从普通士兵做到军长。苗华同样长期在著名部队当中担任政治工作，他们都在习总主政福建期间与他有过密切的交集，被认为是习总亲自培养、绝对信赖的嫡系部队。而点燃这样一场派系战争导火索的是2023年7月爆发的火箭军弊案。作为掌管中国核武的这个战略军种，火箭军突然爆发出大规模的腐败丑闻。那据彭博社引述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称，火箭军内的腐败已经严重动摇到了国家的战略安全。例如说，出现了导弹的燃料被换成水，以及导弹发射井的这个井盖存在缺陷，导致没办法有效发射等等非常匪夷所思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些都是国外的宣传，听起来非常不靠谱，但是根据美国的战略情报的评估，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而在派系竞争当中，金钱是硬通货，但绝非唯一的武器。高明的玩家他更擅长运用一系列非货币化的竞争手段，比如说在关键时刻的站队就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政治投机，再比如说打竞争对手的小报告、散播谣言，甚至于设计圈套来构陷，这些也是常规操作。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根来说，想在这个市场里面逆袭，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古俊山的崛起之路就是一个堪称经典的草根创业者的逆袭案例。他出身农家，那第一步呢是通过婚姻迎娶了团副政委的女儿，完成了初步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之后他抓住一次接待大领导的机会，非常成功的进入了更高层级的市场。他成功的核心秘诀是采用了极致的营销手段。到底怎么样一个极致法呢？根据凤凰周刊等等媒体的披露他给徐才厚送礼，直接用一台奔驰车后备箱装上上百斤的黄金，连车带金条跟车钥匙直接奉上。而更突破人伦底线的是什么？传闻他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徐才厚玩弄。正是这样一种毫无底线的情感投资跟利益的捆绑，才让他获得了徐的绝对信任，而最终成了徐家在前台的敛财大管家。在2012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时任总后政委的刘源上将发表了一场生死宣言式的讲话。作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他拥有强大的红色血统，他直指总后的这个腐败骇人听闻，并且誓言说，我宁愿丢掉乌纱帽，也要与腐败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背景有多深，我都会一查到底。而这番讲话的矛头正是直指当时权势熏天的古俊山。几天之内，古俊山就被调查，刘源的角色如同一个在系统内部觉醒的吹哨人，他的行动得到了即将上任的习总的支持，然后开启了后续军队反腐的大幕。我想通过古俊山这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地下商业市场的准入规则。只要你的产品，也就是你输送的利益跟忠诚，能够精准的满足核心客户的需求，并且手段足够大胆，没有底线，那一个草根同样可以在这个地下商业帝国当中爬上权力的巅峰。这样一种将国家公器明码标价的行为，从根本上颠覆了军队的性质。而这样一种腐败的文化一旦渗透，就会像强酸一样彻底腐蚀军队的战斗力。军事评论员罗源少将曾经一针见血地质问说，那士兵他谁会愿意为了一个贪官去献身，会为了一个贪官去打仗呢？一个在战场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财产跟生命的将军，他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所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一支从内部腐化如此严重的军队，即便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也会注定未战先败。所以2025年这样一场军队高层的政治清洗，其实像手术刀一样切开了包裹着一个大脓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口，让一个致命的内在的危机也暴露在世人面前，也就是所谓虚假的战斗力。
而非常讽刺的是，虚假战斗力这个词其实正是由后来被清洗的何卫东本人在2025年3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来的。他要求军队必须要严厉打击这个现象。由一位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公开承认军队的战备状况存在严重问题，这个无异于承认腐败对于战斗力的侵蚀已经到了最高层没办法容忍的地步。那么什么是虚假战斗力呢？源于解放军内部几大毒瘤、人事晋升、装备采购的系统性腐败以及弄虚作假。那首先是人事腐败，由苗华执掌的这个政治工作部本来应该是确保军队绝对忠诚的这个核心部门，但是现在在这样一种环境底下，军官的晋升他不看军事才能跟领导能力，而是看政治战队跟经济贡献，所以这个会导致大量缺乏实际指挥能力但是精于专营的军官，他占据了关键的领导岗位，从根本上蛀空了军队的软件。那如果说人事腐败蛀空了软件，那么装备采购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弊案就会直接侵蚀了军队的硬件，庞大的国防预算跟不透明的采购流程成了军工企业采购部门跟军队高层之间利益输送的温床。2023年7月，军委装备发展部史无前例的发布公告，要求调查自2017年10月以来的装备采购招标问题。那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李尚福开始执掌该部门的时期，所以他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腐败跟弊案，最致命的后果就是让解放军花费巨资采购的先进武器，它的真实性能跟可靠性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另外一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训练造假，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营造能够打胜仗的假象，训练造假在解放军当中屡禁不止。解放军报就曾经多次自曝家丑，他披露了五花八门的造假行为。比如说在模拟对抗演习当中，有士兵为了避免被判定阵亡，竟然用口香糖堵塞单兵激光模拟交战系统的接收器，导致演兵场上出现了刀枪不入、打都打不死的兵。另外就是夜间的训练改成白天开灯进行，演习的脚本预先设置好了，考核数据也弄虚作假等等问题都是层出不穷。而过去20年，解放军在武器装备等硬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列装了航母五代机、高超音速导弹等等一系列非常先进的武器。我们在这个频道不同时期都给大家解释过，但是比硬件问题更加致命的是软件的腐化、人事系统的腐败，意味着操作这些先进装备的这个指挥官跟技术人员的素质在系统性的下滑。一个依靠行贿晋升的将军，他不可能有效指挥一场复杂的信息化的联合作战。而这样一种硬件跟软件的严重脱节，是解放军真实战斗力最致命的软肋。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初期的这个拙劣表现已经敲响了警钟，先进的装备它并不能够自动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那在分析解放军的腐败问题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参照系是美军。美军我们都知道，一个马桶盖几千美刀，一包螺丝钉几万美金，这样的传闻各位老铁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我们跟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是军队系统性的利益输送，游戏规则是截然不同。美军的腐败的确存在，而且不乏震惊朝野的大案。它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国防采购领域，表现为私营承包商与军方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输送。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非法操作调查，揭露了国防部雇员收受贿赂，向承包商泄露竞标内幕，以帮他赢得合同的这么一种系统性的犯罪，而最终也起诉了包括五角大楼助理部长在内的60多个人。但是中美军事腐败的一个系统性的差异更为关键。中国模式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是简单粗暴的非法的权力直接变现，想要升官拿钱来，想要拿项目给回扣，权力与金钱之间是非常直接的 A 对1的一个兑换关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这个无可争议是重罪。而美国的模式是另外一个面孔，基本上你会很少看到一个美国将军在办公室里面收成箱的现金，他们的这个利益输送是通过一套更复杂、更公开甚至合法的机制来完成的。这个机制的核心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军工复合体。那什么是军工复合体呢？它是由五角大楼、国会、军火商、游说公司、
防务、智库等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它的运作逻辑不是简单的贿赂，而是一个利益交换的闭环。那首先，军火商向关键的国会议员提供巨额的政治现金，帮他们赢得选举。然后这些议员他们在国会推动高额的国防预算，并且批准采购这些军火商生产的武器。而最后呢，五角大楼获得先进但是往往极其昂贵甚至不堪用的武器，而军火商为将来退役的将军提供未来的饭碗。整个体系的关键润滑剂就是旋转门机制，也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或者国防部的高官，他们在退休以后可以无缝进入大型军火公司担任高管、董事或者是高级顾问。这样一种行为在美国或许是合法的，但其实造成了巨大的利益冲突，导致纳税人数百亿美金的资金被浪费在诸如滨海战斗舰这样一些性能不佳的武器项目上。前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退役之后就曾经是军火巨头雷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在上任前，他通过剥离相关资产已经获得高达170万美金的收益。而他的前任马蒂斯将军退役之后也曾经担任通用动力公司的董事。那根据一份智库报告的研究，在过去5年当中，有超过 80% 的美国退役的世勋上将都以各种形式进入了国防工业领域。所以中美军队腐败的根本差异在于说对于腐败定义权的不同。中国的模式是规则的破坏者，他们想尽办法对抗跟规避法律，而美国的模式则是规则的利用者，他们巧妙地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将潜在的利益冲突包装成合法的商业行为跟政治活动。美军的腐败它更接近于一个开放体系下的商业欺诈的问题，有外部机制进行纠偏，而解放军的腐败是封闭体系类的一个政治的癌症，它的扩散跟治疗过程本身都在从根本上轻视军队的这个组织健康跟作战能力。那既然腐败的模式不一样，那么监督跟反腐的机制也会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中国的监督机制如同一柄自上而下雷霆万钧的垂直利剑，它的力量完全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核心的监督机构是党的纪委跟军纪委。所以这样一种结构就决定了反腐的规模、力度和目标几乎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决心。当最高层决心打虎的时候，这样一柄利剑的确可以扫除一切障碍，连军委副主席这样的最高层级也没办法幸免。但它的特点是运动式的，比如说一次性公布查处16名军级以上的干部，或者对于火箭军的高层一锅端式的大清洗。它的优点是短期的威慑力极强，缺点是缺乏常态化的制度保障，而且整个过程高度保密。美国的监督机制它更像是一张由多方编织相互制衡的一个横向的蜘蛛网，它不是靠一个绝对权威，而是由多个相互独立的权力中心共同构成。首先是国会，它掌握着最核心的这个武器，就是钱袋子。通过预算审批，国会可以对五角大楼的每一个项目进行严格的审查跟质询。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议员本身都可能是由这些军火商这个赞助他们选举成功的。那其次是独立的媒体，被称之为地势权力。从当年的五角大楼的文件到今天对于军购浪费的调查报道，媒体的曝光往往能够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我们之前也聊到，现在美国媒体的问题是他们普遍左倾，所以如果是左派当道的时候，这个媒体能够形成多大的监督的能力，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就是独立的司法系统，比如说联邦调查局，他们可以对于腐败案件进行刑事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 FBI 就通过大规模的监听跟卧底的调查，摧毁了一个涉及到五角大楼、国会议员跟军火商的庞大的腐败网络，起诉超过60个人。而最近退役世勋上将罗伯特·伯克也曾因为在退休之后接受高薪职位，作为其在任期间为某公司输送合同的这个回报而被判受贿罪。此案也是由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跟司法部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刑事调查得以破获。一个绝佳的案例就是21世纪以来美国海军爆出来的最大的腐败丑闻——胖子伦纳德案。一个名叫伦纳德·弗朗西斯的马来西亚的承包商，他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面，通过提供现金
奢华的宴会、名贵手表，甚至于性服务，系统性的贿赂了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数十名军官，其中包括数名海军上将。而作为回报，这些军官向他泄露了海军舰船的机密动向，帮助他的公司骗取了数亿美刀的合同。此案被认为是冷战之后美国海军最严重的国家安全漏洞。这个案子其实是由一个外部承包商发起的，针对第7舰队的外部注入型的腐败，而解放军的腐败，尤其是人事腐败，更多表现为内部深层型的腐败。那么中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腐败模式，对于战斗力的轻视路径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式的腐败导致军队的空心化，这个会直接掏空军队的物质基础，而买官卖官会让那些投机专营的前将军、关系将军占据指挥岗位，从而从根本上摧毁军队的指挥能力。美国式的腐败导致军队的臃肿化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会让每一枚导弹的这个价格都高得离谱，而且都未必符合战场的实际需要，这个打起仗来是真的要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 F-35 这个战斗机的项目，耗资超过10000亿美刀，饱受成本超支、技术缺陷的困扰，但是因为它背后捆绑了太多军火商跟议员的利益，已经大到不能倒。这样一种模式让国防战略被少数军功寡头的利益所绑架。所以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军队的这个腐败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病理模式。解放军的模式是掠夺性的内部国家，它的特征是军官的阶层从内部系统性的侵吞跟掠夺国家资源，以实现个人跟派系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一种寄生关系，它的直接后果是掏空了国家机器。而美国的模式是共生性的军工复合体，它的特征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与私营国防工业之间形成的模糊边界跟利益冲突。中国式的腐败让军队未战先败，而美国式的腐败则让军队战而难胜，前者是急性病，后者是慢性病。而这种慢性病病入膏肓也比较要命，所以治疗解放军的急性病搞一个刮骨疗毒确实够狠，也确实起效。但是当军委的副主席这样一种级别的将领都能够在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这样一件事情对于中下级军官的心理冲击也是巨大的，也会创造一种人人自危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气氛。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将很多精力用于政治站队跟自我审查，而不是钻研军事的业务。这个也会导致决策层与一线部队之间存在一个信息差，而这个信息差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上可能会蛮致命的。那习总上台之后，他通过反腐清洗了前朝遗留的军中巨头徐才厚跟郭伯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大量提拔了自己信任的将领，这个本来是巩固权力的正常步骤。但是近年以来，反腐的矛头却令人震惊地转向了这些他亲自提拔起来的核心人物，从国防部长李尚福到火箭军的几乎整个领导层，再到2025年的何卫东、苗华的陨落，完美地复现了亲自提拔、亲自清洗的一个历史剧本。我想这个揭示了当前军中反腐运动非常深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无疑是一场清除腐败、提升军队战斗力的一个治国的工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表现出权力工具的特性。我们在上期的视频当中已经讲过，最高领导人他搞了一个力度空前的2合1的军改，试图从结构上解决问题。但是为什么腐败依然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呢？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军改虽然非常成功，但更多的是一次指挥体系的硬件的升级，而支撑整个地下商业帝国的软件环境，也就是权力不受外界监督的这么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要评价一个军队的这个标准，它不是战功，而是关系跟金钱，那么无论军队的指挥架构怎么样改，这个地下的商业逻辑就永远有市场。运动式的清洗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效，但是往往无法改变滋生腐败的制度性的土壤。而历史呢，也反复的证明，只要军人的升迁标准与战功脱钩，这个腐败就会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明朝的军事腐败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样本。明朝初年设计的这个卫所制，是让军人世代为兵，
屯田耕种，但是在和平时期，他们实际上沦为了各级军官的士人农奴。军官他其实乐于见到士兵逃亡，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冒领这些空饷，侵占军田，把国家的国防资源系统性的转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到了明朝末年，虽然号称100万大军，实际可战之兵寥寥无几，而最终这些腐朽的军队在农民军跟满清的铁骑面前一触即溃，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对比明朝与今天的解放军，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相似的凉台里面带出来的毛病。首先都是一个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绝的封闭的体系，缺乏外部的监督。其次都面临着和平病的问题。解放军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40多年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实战，在长期的和平环境底下，能打仗打胜仗的这个标准变得比较模糊。当战功没有办法成为选拔将领的一个硬性标准的时候，关系、背景、金钱这样一些潜规则就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与明清两朝在和平时期武备废弛、腐败滋生的路径如出一辙。那么今天军中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是在重复历史的宿命，还是真的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延续了1000年的自毁的循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军内的反腐的确展现出了可能会打破循环的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它的这个力度跟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这个潜规则，直指军队权力的最顶层。其次，现代的统治者的确拥有强大的技术工具，比如说数字监控、大数据分析，理论上可以极大的增加腐败的暴露风险，而且也的确是伴随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的尝试，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但是反腐的核心驱动力依然是最高领导层的个人意志，监督的体系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利剑模式。一旦未来领导人的意志发生变化，这个反腐的成果能否维系下去，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更重要的是，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王国，权力高度集中，而且很难受到外部制约。这个本质对于中美的军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只要这个根本的权力结构不变，围绕权力的寻租跟交易就难以根绝。而进入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个挑战日益严峻，我想经济的增速放缓、人口加速老龄化以及西方的技术封锁，也会构成一个战略机遇窗口正在关闭的局面。这样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可能会让领导层产生一种危险的判断，就是必须在国力到达巅峰并且开始相对衰退之前，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等等核心利益问题，以彻底打开局面。这个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当中为复活而赌博这个概念为我们呈现的中国未来的可能的走向。所以我们看到的2025年的军队清洗，虽然短期内削弱了解放军，但是也被习总视为一次刮骨疗毒的必要手段。所以这里会存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悖论，一方面军队内部普遍存在虚假战斗力的问题，与最高层可能产生的为复活而赌博的政治冲突之间形成致命的组合。而另外一方面，这样一场铁腕的清洗无疑在短期内极大地遏制了军队腐败的蔓延。短期来看，这样一场清洗对于解放军的战备状态按下了暂停键。这次清洗波及了中央军委、东部战区等等关键的指挥层，造成了指挥链的断裂跟人事的真空。所以未来1年内将是解放军内部整顿、人事洗牌跟战术思想调整的关键时期。而新上任的将领他需要时间来熟悉岗位，而复杂的联合作战的规划，特别是针对台湾的方案，将会不可避免的进入一个重新评估跟调整的周期。台湾及其盟友会获得一个宝贵的战略的窗口期，但是划重点敲黑板，长期攻台的决心反而强化了。因为清洗行动它绝非仅仅只是为了反腐而反腐，它的本质是一次以反腐为名义的战前的总动员。通过清除那些被认为能力不足、意志不够坚定或者忠诚度存疑的高级军官，最高领导层正在为提拔更年轻、更具有实战精神，而且经过严格政治考验的战争一代的军官来铺平道路。这个表明中国的战略耐心正在转化为一种对于军事行动确定性的极致的追求。所以本次清洗的重点人员多是与装备采购、后勤保障跟战区指挥有关，所有这些都非常强烈的暗示了
之前的备战模式或许存在重大缺陷，可能包括装备性能的虚报、后勤系统的贪腐以及作战预案的脱离实际。而未来解放军的备战模式可能会从追求装备的数量跟纸面的实力，转而向更注重装备的实际效能、后勤的实际战时保障能力跟指挥体系的韧性。所以这个庞大的军中的商业帝国，它的存在恰恰解释了我们上期视频提到的那个核心的逻辑，为什么最高层要搞三位一体？因为这个地下商业帝国恰恰在这3个维度都对他的统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反腐的层面，他掏空了国家资产；在中层的层面，他用金钱跟利益取代了对于指挥链最上层的中层，形成了针插不进去的独立王国。而在备战的层面，他用注水的导弹跟打不开的发射井直接瓦解了最核心的战斗力。因此摧毁这个军中的地下商业帝国就成了实现备战目标的必经之路，而反腐跟中层就是他手上最锋利的2把手术刀。所以当我们再看10月17号9名高级将领的落马，你就不会再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权力的危机，而是权力的清理。我们上期视频非常精准地预判了最高层权力的稳固。我想2-3年之后，我们会面对的是一个指挥层更加精干、作战思想更加务实，而且对于执行高层命令毫无折扣的焕然一新的解放军。所以将本次军中的清洗简单解读为中共内乱，或者是攻台无限期推迟，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所以您对于本场军队反腐风暴怎么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点赞并且分享。欢迎大家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